风向龙不配，我是谭家龙，我是陈凤馨，带风向，我来跟风向，让你晕头转向。我是感冒中的陈凤馨，对而且呢，在我们现场呢有疑似感冒的介文吉介大使，然后以及呢也确定感冒的赖岳乾赖老师，一堆电话在旁边。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这就代表是这一波呢感冒呢在台湾的那个流行程度是大家所难以想象的。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哦，你搭上末班车了。”意思就是说前面已经好多波了这样。但无论如何，请大家多多保重自己，因为天气的变化速度非常的快。好，那但是呢，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呢，最受国际瞩目的那就是韩国这一场短命的政变。6个小时啊，不，短命的戒严哈，然后几乎像政变一样。短短的6个小时的戒严呢，它对于国际上面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哦，到目前为止，虽然说尹锡悦就顺着整个国会，然后呢就是解严了啊，从戒严到解严6个小时，但是这并不代表事情就结束了。那么尹锡悦呢，即将面对的是在政治上面，我们看到明天啊，那韩国的在野党就已经提出了弹劾案，然后明天就要表决。表决不一定能过哈，因为到目前为止，在野党是192席，那他们要过呢是要2/3，他们有300席，那整个2/3其实就是200席，很简单。那200席减192席，还有8席。现在执政党的这108席呢，看起来呢，他们希望能够团结，然后保护尹锡悦不被弹劾，那么以免呢整个保守派呢整个势力崩溃。但问题是，那么尹锡悦真的逃得了弹劾吗？逃得了弹劾，逃得了政治上面逼他辞职的声浪吗？而且另外呢，警方也要查他的内乱罪，这个在政治上面跟司法上面，他能够应付得了吗？不过就在这一种重重压力之下，韩国内部他们已经传出来说，尹锡悦有可能会2度戒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韩国的陆军现在被传出来说呢，已经下令指挥官在8号之前都禁止休假待命。如果说尹锡悦在第一次为了挽救自己，然后呢，他会这个用这个非常手段，那他会不会在他绝境的时候来第2次？因为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说，韩国的议员啊，这是在野党的议员，因为他从9月的时候就开始预言戒严，那时候没有人相信，大家都觉得他胡说八道。但最近他这2天又开始说，他说有可能会出现第2次。他说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大家知道说尹锡悦呢安排了他的聪研高中的同学，还有前后学长去担任军方的重要人士。现在那个国防部长金荣显虽然已经辞职下台，但其他的这一些，他们称之为叫做中研派，好，就是忠心于聪研高中的尹锡悦的这一派，现在的调动还蛮频繁的，所以他们认为第2次的可能性仍旧存在的。所以金荣显虽然是已经下令这个就是下台，而且呢下令禁止出境，但是我们看到冲击最大当然就是美日韩这一个同盟。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的副国务卿 Kirk Campbell 呢说，尹锡悦决定戒严是严重误判。我觉得 Kirk Campbell 觉得尹锡悦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潜在得主这件事情，他才是严重的误判哈。那么不过确实已经冲击到美韩之间的合作，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取消了访韩国的这个行程，同时呢，日本的前首相菅义伟，他也是日韩国会联盟的会长，好，那现在呢，他也取消了访问韩国，所以美国跟日本都表达了政治动作。那么对于韩国不确定的政治未来的冲击，他们表达了一些担心，好，所以他对于韩国内部政局以及美日韩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先请教一下介老师。
我想这个尹锡悦发动二次政变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美国的全力的支持。现在能够影响韩国政局美国的这个动向很重要。在过去这个韩国发生政治大动荡的时候美国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朴正熙被刺，被他的国家安全局长刺的，对不对？而且后面有情报显示报道了说他在刺之前，他跟这个美方这个国家安全局长跟美方的关系是蛮密切的那另外就是说，1979年的光州事件的时候那时候全斗焕这个大开杀戒有人说上千人年轻军人这个还有学生这个命丧街头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在光州的外海。对。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所以就变成我觉得韩国每次有动荡的时候，美国都没有缺席过。这件事也不可能缺席。那现在这个就美国角度来看这个韩国的政局的话，就是说，这个尹锡悦不管他国内是怎么样弄他是美国难得一遇的这个完全亲美，对美国是匍匐在地的一个这个韩国总统。虽然他是属于保守派的这些政治人物也从来没有像尹锡悦这么亲美国，而且这么仇视朝鲜，而且愿意跟日本人拥抱，然后呢也反中，这个在这个韩国的这个政坛上算是个艺术之前的朴槿惠就不是这么的反中，所以后来他的下台，也有人认为其实跟美国在幕后然后并不满意朴槿惠是有关系的。对，这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嘛。而且就是说，如果说这次尹锡悦下台的话，李在明的话，那他第一个他不亲美他也不反中对日本的话，他是传统的韩国的民族主义的角度那不就是说这个拜登政府这4年来他就白忙了吗？对不对？我们搞外交人，我们看事情，我们不是从事情的是非对错、什么真理公义正义的角度看，我只看对我国家的利益是什么。你这个政治变化的话，一个难得的亲美的人下台，那换上一个明显会反对我的这个李在明。也就是说，好不容易从保守派又跑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进步派的话，你美国，你愿意这样子的前行发展，你会做事吗？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尹锡悦最近我觉得他受到很多力量在影响了。他本来昨天说出来的讲话嘛，又不讲话，对，然后最近都神隐的神隐的话就在打电话，在布局。然后在这个观察情势发展，我觉得韩国的执政党就突然转向，他们本来说是反对戒严，结果现在说我反对戒严，可是我也不赞成这个对这个尹锡悦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弹劾的待遇嘛，这都在转变。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看传统韩国的政治。主导力量的话，那还是美国。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尹锡悦要不要坚持下去，就看美国支持他的程度在多少。可是这个支持下去，那么韩国政治动荡就难免了。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动荡也不会违反美国的利益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尹锡悦在台，然后你的内部社会是如何的动乱，如何都不重要。对美国人的话，美国的利益，他这个时候在评估美国的利益在哪里。第一个，他是说保住尹锡悦；第二个，尹锡悦如果说再回到这种军事统治也没什么不可那韩国就闹一闹的话，不更听话吗？尹锡悦就更听美国的话吗？所以从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作为盟主的这种大哥的这种角度那跟我们看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赖老师刚刚谢大师讲的有点让我觉得胆战心惊，就是美国虽然坎贝尔去批评韩国，觉得他这件事情做得很糟，但是私底下对于尹锡悦的支持是不会手软也不会心软，他会继续挺尹锡悦到底。而挺尹锡悦到底这件事情，韩国内部的政治跟社会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所不惜，会不会有军事上面的处理都很难说。
你觉得会走到那个局面吗？我觉得像美国的做法，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暗的才是真正他的利益之所在，明的就是做一些摆出一些姿态。坎贝尔的目前的态度就是摆出姿态，而且他的话很重啊，例如说这是严重的政治误判，然后这是很明确的不合法，不合法了还可以再当总统吗？对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嘛，所以摆出这个姿态来。第二个姿态就是奥斯汀马上取消美日韩的防长会议，说不去了。这都是表面上摆出姿态来，但是我们在问的问题是在于，那他真正的对美国人、对民主党来讲，他要考虑的是什么？这些表面上的东西都做足了，好像美国对于戒严的态度，他是很不以为然的，而且他是批判的，他是否定的。那如果以美国对于韩国的影响力，美国在韩国有23000个军人，韩国的国防部并没有真正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利，这个权力是集中在美国的驻韩美军的将领手中。那整个美国在韩国的国防部里面有这个常派的联络协调官 ，CIA 每天在监听美国的韩国的总统、这个国防部长各军部门的。他的联络通讯就是包括尹锡悦跟金荣显，其实都是在他们中情局监控的范围内。而且呢，美国的法律规定，它的通讯机构，也就是它的所有的软件，包括微软，包括雅虎，不是雅虎，包括脸书包括它的所有的对，包括它所有的社群媒体，包括苹果电脑，都必须要留有后门，给他们的情报局能够在那边监听他们所要听到的人。好，所以你说尹锡悦发动这样的一场戒严，美国事先不知情，这一点在国际间是有疑虑的。所以苏利文才说我们真的事先不知情，可是大家有疑虑。布林肯再出来说我们真正事先不知情，大家仍然有疑虑。坎贝尔出来说我们反对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可是大家在问的是，如果你的美国的态度是如此的明确，然后既然国民力量党就是执政党也已经把这个尹锡悦逐出党内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国民力量党的人了，怎么会一个国民力量党等于是他不是执政党了嘛？因为韩国的总统已经不是国民力量党的，对，这第一个，对，他已经被要求退党了，对不对？他已经不是国民力量党的。第二个，国民力量党在国会就108席，他不是国会的绝对多数党。他怎么会去支持一个非党内的人来继续当这个总统？而这个总统的位置是明显的不合法。好，这个就是完全不合逻辑嘛。我这边赶快的立刻把那个最新的消息，你说韩国的政局真的是一系数变呢。现在有个最新的消息是，韩国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领袖韩东勋在刚刚表示，他说因为已经确认总统尹锡悦在发动紧急戒严的时候，曾经下令要以反国家势力为名逮捕多名韩国主要政治人物，所以他们要求的是尹锡悦必须要尽快停止他的总统职务。那当然他并没有明白的说我们执政党就要挺弹劾案，而是要求尹锡悦的总统职权要立刻停止。但你除了弹劾案通过之外，你没办法停止他的总统职权。他可以辞职。所以你要么辞职，要么我执政党可能就会挺弹劾案了。对，那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看到第一时间里面，韩国的执政党，他本身党内有开会，做了几个决议，一方面是开除要求这个尹锡悦退党。二方面，他们要求不要支持弹劾案；第三方面，为了怎么样能够确保他们不支持弹劾案，他们勒令他们的同党的议员不可以去投票。那这个等于是公开亮票了嘛？因为不去投票就是公开亮票嘛。可是弹劾案规定是秘密投票。结果他们违反了民主规则，说你不能够去给我投票。那明明是秘密投票，你不能够去跟我投票，就是你公开亮票嘛。那怎么会一个国民力量党
完成这么丑陋、这么难看，这代表什么？政治现实、政治利益，还有在观察美国的态度。美国一看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啊，那当然对美国人来讲，他要评估，如果今天尹锡悦下来如此亲美、宠美、甜美的尹锡悦下台，李在明是当选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人一定又拉回去文在寅的政策。那这样的情形怎么会？甚至有人认为李在明比文在寅对更加的对美国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那这样的情形怎么会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呢？可是问题就在于你民主党，你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暗中实质上你是支持尹锡悦的戒严，那你等于是告诉这个川普说你也可以搞戒严。为什么？因为再过2年后，如果期中选举美国的国会共和党在参议院、众议院败选，那不是就跟韩国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总统是共和党，国会是民主党，川普怎么会不跟你搞戒严？川普在卸任前跟你搞个戒严，他可以当一个万年总统。我个人是觉得，民主党现在两难呢，他在思考的问题要很多很复杂但是这个伪君子的政党，因为我是用川普的话了，因为川普直接骂这个拜登就是伪君子，用伪君也越来越像。对，用伪君子的政党来去解释美国的目前的政治，他有可能会留下一个他无法收拾的后遗症，就是给这个川普未来也可以戒严，而且也给台湾。你认为台湾的国会就是立法部门，他的莫名其妙的那篇文章，到今天为止赖清德没有，李秀莲都已经站出来了，说你赖清德，你民进党要表态。对，今天有开始去追查是谁写的，有处分吗？有再三向人民承诺绝对不会搞戒严吗？如果没有行动，就一张嘴的话，那都是假的。而且他们呢所提的都是，你们把这篇贴文放得那么重要，其实是你们错了。就是说，这篇贴文到底怎么出现的？然后这篇贴文是错的，这件事情他们从来不道歉，然后只告诉你说，去讨论这篇贴文的人，你们太坏了。哪有这都是检讨别人？那他们是在期待尹锡悦成功尹锡悦成功，他们就确定是美国人支持，所以他也可以搞戒严了。因为我们在立法部门里面，民进党也是少数政党所以他也是想搞戒严啊。这个党实在是太坏了。好，这个民主党跟民进党好像只差一个字。对，来，你说对。对。呀呼